陆志远拿到回城调令的那天，只带走了2个人，一个是我们的儿子陆宝，一个是和他一起下乡的白月光苏曼。他说儿子是他的命根子，不能让孩子在乡下吃糠咽菜，而苏曼是他的灵魂伴侣，要一起回城建设祖国。唯独对我这个在乡下照顾了他5年的村妇，他说：江宁，你大字不识几个，跟我回城也找不到工作，就留在乡下吧。前世我哭着不肯放手，执意跟去了城里，却被苏曼诬陷偷了他的钱，又被儿子嫌弃一身土腥味，在大雪被赶出家门。临死前，儿子隔着门缝穿着新棉袄，一脸嫌弃：你个要饭的叫花子，只会给我丢人，苏阿姨才配当我妈。我被活活冻死在雪夜里，满心不甘，只因我早就拿到了首都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却冻死在那个雪夜。江宁，别装死，赶紧把字签了。我猛地抬头，陆志远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，身旁站着的是苏曼，而我的亲生儿子陆宝正依偎在苏曼怀里，冲着我做鬼脸。坏女人，快签字！我要香香的苏阿姨当妈妈。原来今天是陆志远拿到回城调令的日子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将眼底的恨意狠狠压下。这一世，我可不会让他们这对狗男女这么顺心如意。我冷冷地看着陆志远递过来的离婚协议，我不签。陆志远愣住了，随即勃然大怒：江宁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调令已经下来了，这婚你离也得离，不离也得离。苏曼在一旁红了眼眶，柔声说道：志远哥，你也别逼江宁姐了，毕竟她离了你，可能连饭都吃不上。为了江宁姐，我不介意受点委屈。说着，他抹了抹眼角的泪。你受什么委屈？我不许。陆志远心疼地看了苏曼一眼，转头看向我时，眼神瞬间冷得像冰。江宁，人贵有自知之明，我和苏曼是精神上的伴侣，而你除了会做饭洗衣，还有什么用？陆宝一看苏曼哭了，立马冲上来，对着我的小腿就是狠狠一脚。坏女人，不许你欺负苏阿姨，爸爸都不要你了，你还赖着干什么？那一脚踢在迎面骨上，钻心的疼，但我心里的疼比这要疼上1万倍。这就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种。陆志远心疼地抱起陆宝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：你看看，连儿子都嫌弃你。江宁，我最后给你3天时间，3天后你要是还不签，我就去公社告你搞封建包办婚姻，到时候别怪我不念夫妻情分，让你在10里8乡抬不起头。说完，他厌恶地看了我一眼，转身带着苏曼和陆宝离开。陆宝临走前还冲我做了个鬼脸：略，土包子，没人要。房门被重重关上，我却没有像前世一样难过。回到房间后，我小心翼翼地将录取通知书藏好，除了我，没人知道这封通知书来得有多不容易。在干完农活的深夜，点着煤油灯的土屋里苦读，手上全是冻疮和老茧，握笔都疼得钻心，但我咬牙坚持了下来。我原本想着等拿到通知书的那天，给陆志远一个惊喜。我想告诉他，志远，我不是文盲，我考上大学了，我也能和你有共同语言，我们一家3口可以一起去北京了。可前世通知书还没寄到，我就先收到了他要抛弃我的消息。那一刻我慌了神，只知道哭求，只知道像个泼妇一样追着他跑。最终我错过了邮递员，错过了这封改变命运的录取通知书，蹉跎一生，眼眶逐渐湿润。这是我这一世翻身的底牌，绝不能有半点闪失。收拾好一切，我去了县城的火车站。我不光买了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，还去邮局将一封写了整整1页的举报信投进了绿色的邮筒。看着信件滑落，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。陆志远，苏曼，你们想风风光光回城，做梦。办完这一切，我刚回到村口，就碰上了陆志远一家。陆志远正骑着自行车载着苏曼和陆宝，似乎是刚从供销社回来。苏曼手里拿着一包大白兔奶糖，正在喂陆宝。看到我，陆志远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你去县城干什么？还没等我说话，苏曼就惊呼一声，眼神里满是嘲弄。哎呀，江宁姐，你该不会是去买北京的车票了吧？志远哥都说了不带你，你怎么还这么死皮赖脸呀？陆宝嘴里含着糖，含糊不清地喊：不要脸，跟屁虫！我不许你跟来，我有苏阿姨就够了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放心吧，我不会跟着你们。再说，路是国家的，火车也是国家的，北京你们去的，我就去不得。陆志远嗤笑一声：你一个村妇去北京能干什么？要饭吗？江宁，我警告你，别想偷偷跟上火车，到时候被乘警赶下来，丢的是我的脸。苏曼却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，惊呼一声：不对啊，志远哥，去北京的车票要几10块钱呢，江宁姐哪来的这么多钱？他突然摸向自己的口袋，脸色大变。哎呀，我放在外套兜里的50块钱不见了。他猛地指向我：江宁姐，肯定是你偷的，刚才在村口我们就撞了一下，肯定是你趁机偷了我的钱去买车票。我如遭雷击，前世他就是这样污蔑我偷钱，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搜身被羞辱。我气急反笑：苏曼，说话要讲证据，我刚从县城回来，怎么偷你的钱？还敢狡辩！苏曼冲上来就要搜我的身。你一个村妇哪来的钱买车票？肯定是你偷了我的钱去买的票。志远哥，你快评评理啊！陆志远皱着眉，眼神里满是厌恶与怀疑。江宁，把钱交出来，你自己手脚不干净，别带坏了宝。我没偷。我挺直了腰杆，这车票钱是我这几年卖鸡蛋熬夜做鞋垫一分一分攒下来的。你撒谎！苏曼尖叫道：宝儿，你告诉爸爸，是不是这个坏女人偷了阿姨的钱？我转头看向正在吃糖的陆宝，
宝儿，你告诉爸爸，妈妈有没有偷钱？早上出门的时候，你明明看到妈妈是从枕头套里拿的钱，对不对？早上我拿钱的时候，陆宝刚好醒了，他就在旁边看着。他知道那钱是我的。陆宝愣了一下，嘴里的糖似乎也不甜了。他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一脸委屈、眼眶通红的苏曼。苏曼悄悄捏了捏他的手。宝儿，撒谎的孩子不是好孩子哦。你要是帮坏人，以后阿姨就不给你买大白兔了。陆宝眼睛一亮，立刻大声喊道：我不知道，我只看见妈妈鬼鬼祟祟地靠近苏阿姨，肯定是她偷的。爸爸，她是小偷，我不想要小偷当妈妈。轰！脑海中最后一根弦断了。他竟为了一个外人毫不犹豫地污蔑生养他的母亲。我死死盯着陆宝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硬生生憋了回去。陆宝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真的要跟着他们走，不要妈妈了？哪怕是用撒谎害妈妈这种方式？陆宝毫不犹豫，大声喊道：我才不要你！你又穷又土，还会偷东西！我要苏阿姨。苏阿姨说了，到了北京，我有大房子住，有巧克力吃，跟着你只能吃糠咽菜。你滚！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苏曼假惺惺地捂住陆宝的嘴。哎呀，宝儿，怎么能这么说妈妈呢？虽然是实话，但也太伤人了。他转过头，一脸歉意地看着我。江宁姐，孩子小不懂事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不过，人往高处走，宝儿跟着我们，确实比跟着你有前途。好。随后看向陆志远，眼神平静。协议拿来，我签。陆志远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干脆。明明昨天我还哭着喊着不肯离。他狐疑地看了我一眼。你想通了就好，早这样不就完了吗？他从兜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纸和笔，我抓过笔，刷刷刷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行了，我把纸扔给他。从此以后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，陆宝归你，我不要了。陆宝闻言看了我一眼，在我看过去时又冷哼一声，把头埋进苏曼怀里。陆志远看着签名，满意的收起来，算你识相。但他并没有让我走的意思，反而伸出手。自签了，钱呢？把偷苏曼的50块钱还回来。我说了，我没偷。还在嘴硬。志远哥，他肯定把钱藏起来了，想留着当路费，偷偷跟我们去北京呢。这钱要是不拿回来，我心里堵得慌。陆志远脸色一沉。江宁，既然你不肯交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他找来一根粗麻绳，将我五花大绑，丢进柴房。陆志远，你这是犯法，你放开我！我拼命挣扎，手腕被麻绳磨出了血。犯法？我是你男人，管教自己婆娘天经地义。陆志远冷冷地看着我。什么时候你承认偷钱了，把钱交出来？什么时候再放你出来吃饭？还有防止你偷偷跟去北京闹事。这几天你就老实待在家里，等我们上了火车走了，我自然会让人来放你。砰！柴房门被重重关上，落了锁。我躺在草堆上动弹不得。这一夜我滴水未进，饥饿和口渴折磨着我，但我心里的火却越烧越旺。第二天是陆志远他们离开的日子，村里为这几个回城知青举办了热热闹闹的送行宴，锣鼓喧天，所有人都去前院喝酒了，没人注意这间破旧的土房。我看了看窗外，日头已经偏西。距离去县城的最后一班车只剩几个小时了，如果赶不上这趟车，我就没法去北京报到。我拼命磨着手腕上的麻绳，手腕被磨得血肉模糊，钻心的疼。终于绳子断了，我顾不上处理伤口，从柴房后窗那个狗洞大小的破口爬了出去，猫着腰，趁着前院敬酒的喧闹声溜进了正屋。刚摸到房梁上的信封，还没来得及揣进怀里，爸爸，快来啊！小偷跑出来了！我浑身一僵，回头只见陆宝站在门边，指着我大喊。他身边站着一脸阴笑的苏曼。哟，江宁姐，我就知道你不安分，这下被我们逮个正着吧？手里拿的什么？又是偷的东西吧？前院喝酒的村民们听到动静，呼啦啦全涌了过来。陆志远满身酒气，拨开人群冲在最前面，看到我手里的信封，他眼里的火都要喷出来了。江宁，老子关你一晚上，你还不老实？把东西给我拿过来。这是我的东西，跟你们没关系。你的东西？苏曼冷笑一声，趁我不备，一把揪住我的头发，狠狠一扯，头皮一阵剧痛，我下意识地松了手。苏曼眼疾手快，一把抢过了那个信封。让我看看你又偷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他撕开信封，抽出了里面那张红色的纸。当看清署名后，他脸上的表情从嘲讽变成了不可置信，最后变成了扭曲的嫉恨。他是知青，考了2年都没考上，我一个村妇竟然考上了北京的大学，这怎么可能？苏曼眼神里闪过一丝狠毒，拿着通知书狠狠撕开。苏曼，你敢！我目眦欲裂，疯了一样扑上去，可苏曼反手就是一巴掌扇在我脸上，然后迅速将手里的碎片撕得粉碎，扬手一撒。乡亲们，他居然伪造家属调令，想骗过车站的人，偷偷跟着志远哥去北京。这种伪造公文、欺瞒组织的行为是犯大罪的。幸亏被我发现了，不然志远哥都要被他连累坐牢。天哪，这江宁疯了吧？为了进城，连这种假都敢造，太可怕了！这种女人赶紧打死算了。陆志远喝得迷迷糊糊，听到苏曼这话，瞬间信了。江宁，你真是胆大包天！
陆志远怒不可遏，冲上来对着我的肚子就是一脚，老子今天非打死你这个祸害不可！我被踹倒在地，碎片混着泥土，刺痛了我的眼。陆志远的拳头雨点般落下来，我蜷缩着身子，却不再求饶，不再哭喊，我只是死死地盯着门口的方向。算时间，该来了。就在陆志远抄起一根扁担，准备往我头上砸的时候，传来一声威严的怒喝：“住手！”人群瞬间安静下来，只见几个穿着中山装、胸口别着徽章的干部，一脸严肃地大步走了进来。为首的一个正是县里的书记。陆志远举着扁担的手僵在半空，他认得县书记，吓得酒醒了一半，赶紧扔了扁担，换上一副讨好的笑脸。书记，您怎么来了？是来给我们送行的吗？苏曼也赶紧整理了一下衣服，迎上去。领导，你们来的正好。这个女人伪造公文，企图混进回城队伍，破坏知青形象。我们正在对她进行批评教育呢。这下好了，你们来啦，把她抓起来，让她坐牢。为首的那位领导脸色瞬间变得铁青。谁是江宁？接到举报，有人欺瞒组织，请配合调查。这下你还不完完？我抹了一把脸上的血，高举右手喊道：“我叫江宁，我实名举报知青陆志远、苏曼在乡期间搞婚外情，乱搞男女关系，甚至在回城调令中弄虚作假，欺瞒组织，请组织为我做主。”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陆志远和苏曼更是脸色瞬间煞白。你胡说什么啊？苏曼尖叫起来，声音都在发抖。领导，别听这个疯女人胡说八道，她这是为了不想离婚，故意污蔑我们。陆志远也慌了神，急忙辩解：“书记，这纯属诬告，我和苏曼同志是纯洁的革命友谊，反倒是这个女人伪造公文，还想跟着我们混进城。”我冷笑一声，根本懒得理会他们的狡辩。我转过身，直视着那位县书记，眼神坚定：“领导，关于他们欺瞒组织、乱搞男女关系的证据，我已经写在举报信里，寄往了市纪委和省知青办。至于我是不是伪造公文，我指着地上那一堆被苏曼撕碎的红纸屑，眼眶通红，却字字泣血。那是北京师范大学寄给我的正式录取通知书，是国家对我的认可。可是就在刚才，被苏曼同志当众撕毁了。”什么？如果说乱搞男女关系是作风问题，那撕毁大学录取通知书，阻挠国家人才入学，性质就完全变了。录取通知书？陆志远彻底傻眼了，他看着满地的红纸屑，脑子嗡嗡作响。那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村妇江宁考上了大学，这怎么可能？胡说，那是假的，是他伪造的家属调令。我从怀里掏出那张早已准备好的准考证，递给书记：“这是我的准考证，如果领导不信，可以立刻打电话向省招办核实。另外，我的通知书被毁，恳请组织给我开具一份证明，让我能顺利去学校报到。”书记接过准考证看了一眼，脸色凝重的点了点头。事实胜于雄辩，他转过头，目光严厉地看向陆志远和苏曼。陆志远、苏曼，关于江宁同志举报的问题以及撕毁通知书一事，现在正式对你们进行隔离审查，带走。几个干部立刻上前控制住了两人。不，我是冤枉的。陆志远还在震惊中没回过神来，直到被按住肩膀，才猛地看向我，眼神复杂至极。江宁，你真的考上了？我没理他，揣好那捧碎片，转身就往外走。火车快开了，我没时间跟他们耗。江宁，你别走，你把话说清楚。我头也不回，走出了这个困了我2辈子的院子，顺利登上了去往北京的绿皮火车。车厢里嘈杂拥挤，我找了个角落坐下，将那些碎片一点点拼凑起来。虽然破损了，但那是我的未来。看着窗外飞逝的景色，我以为我和陆志远的孽缘到此为止了。可我没想到，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。1个月后，北京师范大学，我拿着饭盒去食堂打饭，突然一道熟悉又刺耳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：“哟，这不是那个狠毒心肠的江宁吗？”我浑身一僵，转过身，只见陆志远穿着有些褶皱的中山装，依然是一副知识分子的派头。苏曼挽着他的胳膊，脸色有些憔悴，而陆宝手里拿着一根冰棍，正冲我翻白眼。他们竟然还是来了北京，怎么很意外？苏曼得意地笑了笑，抚摸着自己的肚子。是不是以为一封举报信就能把我们整死？可惜啊，志远哥在乡下那几年可是立过大功的，再加上你们已经离婚了，组织上念在他是特殊人才，只是给了个处分，还是让他回城了。陆志远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几分怨恨，几分高高在上。江宁，你真是好狠的心，为了报复我，差点毁了我的前途。不过也好，既然你也来了北京，咱们就在这儿好好算算账。当初你偷苏曼钱的事还没完呢，现在你又害得我们背了处分。陆宝咬了一口冰棍，指着我大声喊道：“坏女人，居然敢害爸爸和苏阿姨！我们老师说了，这种人就是阶级敌人。我要告诉所有人，你是小偷，是坏分子。”周围的学生纷纷侧目，对着我指指点点。苏曼见状，立刻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，大声说道：“同学们，你们评评理啊！这个女人在乡下偷我的钱不说，还为了不想离婚，写信诬告我们，现在居然还混进了这么神圣的大学，简直是学校的耻辱。”苏曼，你说我偷钱，证据呢？当初在村里，你们搜遍了我的身，也没搜到1分钱，反倒是你撕毁我的录取通知书，被县书记当场抓获。
这事儿档案里可都记着呢。怎么还没吃够教训，想在北京再进一次局子？苏曼脸色一白，下意识地往陆志远身后缩了缩。陆志远见状，眉头一皱，挡在苏曼身前，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。江宁，你少拿鸡毛当令箭！当初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前妻的份上，我早就让你坐牢了。你现在不仅不知悔改，还敢威胁曼曼！我告诉你，这里是北京，不是那个穷山沟。我是有工作的正式干部，你一个靠走狗屎运考进来的学生，我想捏死你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他越说越起劲，仿佛想把这一个月受的处分、丢的面子，全都在我身上找回来。还有，你那个大学名额指不定是怎么来的呢？我就不信你一个天天未出的村妇能考上中文系。苏曼立刻接茬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就是啊，谁知道是不是睡出来的名额呢？毕竟江宁姐为了回城，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。”这话一出，周围一片哗然。作风问题可是能毁了一个人的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正要反驳，突然感觉到衣角被人扯了一下，低头一看，竟然是陆宝。他不知什么时候丢掉了手里的冰棍棍，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饭盒里的红烧肉，嘴角流出了口水，那眼神像是一头饿极了的小狼崽子。肉，给我吃肉！陆宝喃喃着，突然伸出脏兮兮的小手，猛地朝我的饭盒抓来，哗啦！我根本没防备，被他这一扑，手里的饭盒直接打翻在地，红烧肉撒了一地，油汤四溅。那是李教授交给我的古文字研究手稿，还有我熬了半个月心血写的关于甲骨文考试的论文初稿，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批注。这篇论文，教授说是要拿到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。我的手稿，陆宝，你干什么？陆志远觉得丢人现眼，一把将陆宝拎了起来。你是饿死鬼投胎吗？地上脏不脏？陆宝被拎在半空，嘴里还塞着肉，含糊不清的哭喊：“饿，爸爸，我饿。苏阿姨不给我饭吃。”苏曼脸色大变，冲上来狠狠掐了一把陆宝的胳膊。死孩子，胡说什么啊？早上不是才给你吃了鸡蛋吗？我看你是被这个坏女人教坏了，故意给我泼脏水。他转头看向蹲在地上心疼地擦拭手稿的我，眼神恶毒。哟，还写文章呢，装什么文化人啊？我看这就是你从哪抄来的吧？或者是哪个老男人帮你写的？既然是垃圾，那就别留着丢人现眼了。陆志远听了这话，怒火中烧。江宁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他大步上前，一脚踩在我刚捡起来的那叠手稿上，狠狠地碾了几下。这种脏东西留着干什么？撕拉！原本就被油汤浸湿的纸张，在他皮鞋的碾压下，瞬间碎烂成泥，我心都在滴血。陆志远，你混蛋！我猛地站起来，红着眼睛就要跟他拼命，陆志远却一把推开我，居高临下的冷笑。我是在帮你认清现实，村妇就是村妇，别以为进了大学就能变凤凰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苍老却充满威严的声音穿过人群传来：“住手！简直岂有此理！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践踏国家的文化瑰宝？”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在几个学生的搀扶下，气得浑身发抖地走了过来。周围的学生纷纷让开一条路。李教授看都没看陆志远一眼，径直走到那堆烂纸前，心疼地蹲下身查看，随后猛地站起来，指着陆志远的鼻子怒骂：“斯文扫地，简直是斯文扫地！你这一脚踩碎的不仅是几张纸，更是一个学者的尊严，是文化的脸面。”陆志远愣住了，他没想到这几张破纸竟然有这么大的来头。焦教授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苏曼还在强行狡辩，他就是个小学都没毕业的文盲，怎么可能写文章？肯定是抄的，或者是为了勾引。闭嘴！李教授厉声喝断。江宁同学的入学成绩是全系第一，他的每一篇文章我都亲自批改过。你这种满口污言秽语的人才是真正的文盲。流氓，报警！立刻报警！李教授大手一挥，周围的学生立刻响应，几个男同学直接围了上来，堵住了陆志远和苏曼的去路。很快，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了，在严肃的询问下，苏曼刚才那套江宁偷钱、乱搞男女关系的说辞漏洞百出，而陆志远当众损毁他人财物、寻衅滋事，更是板上钉钉。反倒是陆志远在和我婚姻存续期间和苏曼乱搞男女关系，举报信是在我离婚前一天寄出，人证物证俱在。就在警察准备把两人带走调查时，一直缩在角落里的陆宝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警察叔叔，我要妈妈，我不要苏阿姨。警察一愣，看向陆宝，只见这孩子虽然穿着新衣服，但领口露出的脖子上全是青紫的掐痕。苏阿姨，我不听话，他就掐我，还不给我饭吃。他说只要我在外面骂妈妈是小偷，骂妈妈是坏女人，他才给我糖吃，不然就用针扎我。全场哗然。陆宝，你胡说什么啊？苏曼彻底慌了，伸手想去捂陆宝的嘴，却被警察一把铐住。陆志远呆立当场，看着儿子身上的伤痕，整个人如遭雷击。曼曼，这是真的？志远哥，你听我解释，这孩子撒谎，他是被江宁收买了。啪！陆志远狠狠一巴掌扇在苏曼脸上，打得他嘴角流血。毒妇，你这个毒妇，我杀了你！陆志远发了疯一样要冲上去打苏曼，被警察死死按住。够了，都带走！陆志远拼命挣扎，看着我大喊：江宁，小宁，我是你丈夫啊！一日夫妻百日恩，
你快跟他们求求情，我不能进局子啊，我进去了工作就没了。我站在李教授身后，冷漠地看着他丑态百出。陆志远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淡淡地说道，而且这是你自找的。陆志远和苏曼被带走了，留下的只有那个被吓傻了的陆宝。他迈着小短腿朝我跑过来，想要抱我的腿。妈妈，我错了，我不要苏阿姨了，她是坏人，她是骗子，我要妈妈。妈妈，你是大学生，你肯定有钱买面包吃，带我走吧，妈妈，我以后听话，我再也不骂你了。我微微侧身，避开了他脏兮兮的手。陆宝扑了个空，摔在地上。他抬起头，震惊地看着我，仿佛不敢相信我会躲开。妈妈，别叫我妈。我看着他，眼神比外面的秋风还要凉。陆宝，记得我们在村口说过的话吗？我说过，离婚后我没你这个儿子。刚才你踩我的手稿，骂我是小偷的时候，你想过我是你妈吗？现在看我有出息了，看你爸倒霉了，你想起我是你妈了？我冷笑一声，晚了啊。江宁，这孩子……老师，农夫与蛇的故事我不演。我坚定地摇了摇头。这孩子已经被他们养废了，根子烂了，就不回来了，让他跟着他奶奶去吧，那是陆家的种，跟我没关系。说完，我没有再看地上的陆宝一眼，转身扶着李教授。老师，我们走吧，别让外宾久等了。身后传来了陆宝撕心裂肺的哭喊声，那是被全世界抛弃的绝望。但我这一次头也没回。3天后，处理结果出来了。因为李教授的强硬态度和学校的介入，这件事被定性得很严重。陆志远所在的工厂厂长亲自跑到学校来道歉，并当场宣布将陆志远开除公职，永不录用。没了公职，意味着丢了铁饭碗，成了社会闲散人员，连粮票都领不到。苏曼更惨，他原本还在跑关系的候补干部资格被直接取消，档案里记了大过，还被判了拘留15天。他出来后名声彻底臭了，连那个临时工的活也没保住。陆家那10平米的筒子楼里，每天都传出陆志远父母的咒骂声，还有陆宝的哭闹声。听说陆志远出来后天天酗酒，打苏曼，打陆宝，一家人活成了笑话。而我在李教授的指导下重新整理了手稿。那篇论文在国际研讨会上发表后引起了轰动。我作为中国年轻一代的学者，获得了公派去法国留学的机会。学校特意派了车送我去机场。再次见到陆宝是在首都师范大学的100年校庆典礼上，那时我已经是享誉国内外的文学教授，受邀在主席台上致辞。台下坐着的都是各界名流和优秀学子，而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装，手里拿着个蛇皮袋，正被2个保安往外拖拽。他满脸污垢，却还是声嘶力竭地朝我大喊：妈，我是陆宝啊，我是大宝，你让我进去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保安一脸嫌弃地捂着鼻子，哪来的乞丐？这可是最高学府，再不走我们报警了。我拿着话筒的手微微一顿，隔着30年的光阴，那个曾经满眼嫌弃踢我小腿骨的小男孩，此刻正涕泪横流地看着我。我示意保安停手，礼堂里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看着这个衣衫褴褛的男人连滚带爬地冲到台前，扑通一声重重地跪在了红地毯上。妈，不，江教授，我终于见到您了。他抬起手狠狠地扇了自己一巴掌，清脆的响声在礼堂里回荡。当年是我混蛋，是我有眼无珠，苏曼那个贱人，不，苏曼那个毒妇，她根本不是人。妈，那个女人跑了之后，我给爸端屎端尿整整10年。她临死前拉着我的手说，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为了苏曼那个坏女人，把你这颗珍珠当榆木扔了。台下一片哗然，我静静地看着他，心里竟然出奇的平静。前世被冻死在血液里的恨，重生后的怨，在这一刻竟然像烟一样散了。因为他现在的惨状，比我前世的死还要凄惨1万倍。我语气淡漠，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。陆先生，请你起来，这里是学校，不是菜市场。陆宝愣住，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个破旧的布包，一层层打开。妈，我不起来，我知道我不配当您儿子，我今天来不是想认您，我是来还债的。布包里是一叠皱皱巴巴的零钱，还有一块已经硬得像石头的窝窝头。这是我捡破烂攒了5年的钱，一共是320块5毛。我知道这点钱连您的1顿饭都不够，但这是我所有的了。还有这个窝窝头，是我刚来城里讨饭时想起小时候您总把干的给我吃，您自己吃糠咽菜。妈，我想吃一口您做的饭，哪怕是一口。他把那个黑得发硬的窝窝头高高举起，像是在供奉什么圣物。我看着那个窝窝头，忽然想起前世大雪夜，我敲开家门，陆宝隔着门缝扔出来的那个冷馒头，也是这样黑，也是这样硬，只不过那时候他扔在我脸上，砸得我生疼，而现在他跪在地上求着我收下。我们俩的母子情分，早在你踢的那一脚里用尽了。我转身背对着他，声音透过麦克风传遍全场。保安，把他带出去，给他在食堂安排一顿饱饭，再给他买一张回乡的火车票，我出钱。说完，我不再看他一眼，重新拿起话筒。同学们，刚才的小插曲结束了，关于逆境与成长，我想我已经用我的一生给你们上了最好的一课。身后传来陆宝撕心裂肺的哭嚎声，像是一头濒死的野兽。妈，我知道错了。妈，你打我吧，你骂我吧，别不理我啊，妈。礼堂的大门缓缓关上，隔绝了所有的噪音。聚光灯打在我身上，温暖而明亮。我挺直了脊背，看
看着台下那一双双年轻、充满希望的眼睛，那个在血液里瑟瑟发抖的江宁，早就死在了30年前。至于那个迟来的道歉，抱歉，我不需要，也不原谅。有些错犯了就是一辈子，有些人转身就是陌生人。